有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对医院系统拿回扣的问题进行检查，有些案件追溯20年之久，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改革开放是一个藏富于民的国策，但藏不是为了藏而藏，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从藏的地方取出，用之于国，用之于民，才是藏富于民的初衷。下一个。纽约时报：中国海军船在南海正义岛礁附近用水炮驱赶菲律宾补给船，引发两国外交纠纷。请问中国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南海岛礁争议吗？谢谢。仁爱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在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九段线内无争议，元朝清朝是中华。我们对菲律宾没有领土要求，希望受到同样的对待。菲律宾如果在经济上面需要援助，尽管开口。我们习主席对敌人动辄孙远必诛，但是对朋友呢，一贯是有求必应。泰晤士报：中国留学生在伦敦不仅破坏涂鸦墙的珍贵作品，还写上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中国24字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2字。中国留学生的行为不但践行了14亿人民的核心价值观，也证明英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西方用尽各式方法推行它的普世价值，中国留学生在一面墙上介绍中国人的价值观，你们怎么就坐不住了呢？有中国网友说，让12位中国人分别把24字印成 T 恤，走在中国街头，其中一半会被抓。请问这是真的吗？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整体，就好比中国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拆散24字核心价值观的本身就是一个非法行为，为中国的法律所不容。请问为什么24字不能拆开来用？譬如自由和民主为什么不能单独用？谢谢。一个中国人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单独使用自由和民主2字的时候，中国政府和普通中国人心照不宣都默认这是指西方的自由和西方的民主，而西方的自由是什么？是反对中国的自由。西方的民主又是什么？是反对中国的民主。很有意思，但我还是不懂，为何24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自由就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就不是西方的民主？我看你也很有意思，建议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还是西方的自由吗？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还是西方的民主吗？谢谢。